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油管的科普频道科技游民，我是你们的主播老李。今天我们通过老李实地拍摄的一组照片，带你看看日本的环境保护、垃圾的分类与资源再利用。老李在日本非常高兴地看到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日本来旅游度假。不知道您有没有来过？古语说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如果还没有，希望有机会在日本见到您。相信日本的美丽和整洁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也相信中国会因为您而变得同样美丽、整洁和干净。顺便说，有人问网红铁头在靖国神社门口小便脱鸭的那位，我怎么看？我只想对他说，不是爱国吗？要流量吗？这都没问题。干完了去日本警方自首，没钱请律师的话，法庭会给你免费指定一位律师，有随机从民间抽选的陪审团，在法庭公开审理，相信各国的记者都会抢着去旁听。你的爱国主张在法庭上你可以宣讲，和检方去辩论，这才是日本人崇尚的武士精神。我自己也敬你是一条好汉，但是趁着夜黑风高潜逃回国内了，这算什么事儿？还有那位在奈良公园山鹿嘴巴子的那位，我实在想不出来他是什么心态。我只有一句忠告，这样的人就别出国了。你潜逃回国内了以后，你那个地区甚至全国的人申请旅游签证都变困难了。我觉得这是又蠢又坏。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呢？回归正题，上期的节目我说过，宇宙浩瀚无边，天体浩如烟海，但是我们人类的家园只有地球这一个天体，因此我们必须爱惜它。我想日本这方面做的是不错的，值得我们借鉴。日本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，10多年前的311大地震，海啸侵袭东北沿海的景象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因为在那次大地震中，我在东北的家不幸刚好在地表裂开的大裂缝上，一套2层的房子被撕裂倒塌，变成了废墟。大地震之后的第10年，我第一次去探访东北当时的受灾地。现在显示的照片，那时候拍摄的震后新修的防波堤，小树都长这么高了。照片的地点再往北一些，就是当年出事的核电站了。重建后的东北沿海让我非常欣慰，风景更加优美，西瓜非常甜，鱼呀、螃蟹呀非常美味。下面我们聊一下环境保护的好，是不是因为日本太小了呢？有一种说法，日本的环境保护做得好，是因为日本小好管理。现在显示的图是日本的一个地方城市冰松，可见日本的人口是多么稠密。请看这张图，还是这个城市冰松，可以看到每台车都停在自己的停车场里，马路边空地上，没有乱停车的。在日本，要自己有停车场
或者租好了停车场才能买车。开车出去办事也必须把车停到停车场，绝对不可以乱停车的。我们换一张图，这张图显示的是一个居民楼的配套的停车场。由于日本的土地很贵，这里建设的是3层的立体停车场。虽然用地少，但是排水设施、升降设备的造价高，定期维修的费用也高。顺便说，老底的老车也在这个图中，谁能猜到是哪一台？为了照顾没有来过日本的朋友，我来放几张照片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风景。同时，我们也做一个小游戏，请拿起你的放大镜，在这些照片中看谁能找到乱丢的垃圾。这张照片是神奈川县的城岛。这张图片也是同一个地方。前几天去这个小岛，发现钓鱼、野营、看海的游客，或者拍婚纱照的这些人之外，还增加了很多专业的，有的是专业团体拍电视节目的，有的是几个人的YouTube的小组。这张照片是伊豆高原的大石山，这是一个很新的4000年前的火山的喷火口，在山顶可以沿火山口散步一圈。我再换一张照片，这是神奈川县的热海，在观光船上拍的，海水没有一丝的污染，海燕正在浪花中捕鱼。这是在静冈县的冰明湖拍摄的。冰明湖是个汽水湖，因为一次大地震，这个湖和大海之间出现了一个水道，连通了。在这里住一晚，不仅可以泡温泉、欣赏湖光山色，还可以吃这里如此纯净、没有污染的环境出产的鱼虾。这是在静冈县冰松的沙丘，这里的游客还是挺多的。我们看一下沙丘的图片，除了贝壳和小石头，没有任何人留下的垃圾。这是一张显示更大范围的图片，只能看到一些流木。下面我们一起看看我家旁边的一条小河。这儿不是旅游观光的地方，只有附近的住民散步和上下班路过。就是这张图片，因为是在工业区，这条河过去曾经被认为在日本是污染最严重的河流。经过多年的治理，现在河水清澈，完全没有了污染的痕迹。在河边散步，路过成群的鸽子，这些鸽子和人很亲近，
不躲也不闪。如果你给它带点吃的，搁着落在你的手上、胳膊上。河里的大鲤鱼可以钓着玩，钓上来再放回水里，在这里是没有人吃的。河滩的野鸭子，这张图也是。这条河里还有白天鹅，可惜这次没拍到。河边的树木结着什么果子，我不认识。树洞里还有螃蟹。图片我们就看这些。你找到乱丢的垃圾了吗？那么日本的垃圾是怎样处理的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这张图是日本普通居民楼的样子。在日本，所有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往外面丢弃的，如果违反，轻则被罚款，重则被拘留。下面我们就看看垃圾是怎样分类、怎样丢弃的。家庭垃圾，也就是需要高温烧掉的剩菜呀、剩饭呀这些，要用专用的塑料垃圾袋装好、密封好，放到这个箱子里。每天会有专门回收垃圾的车来把它拉走。要注意的是，除了这个高温烧掉的，以下的几乎所有的品类都是资源垃圾，回收后经过分拣，作为工业原料会被再利用的。因此，如果不按照规定分类，把不属于那个分类的东西混进去，会给分拣处理的人带来很大的麻烦。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些资源垃圾。这个标志的箱子是回收旧塑料的，旧包装塑料、食品的包装材，上面如果印有这个标志，你就把它放到这个箱子里就对了。这里回收铁罐头盒、小玻璃瓶、矿泉水的塑料瓶。这里回收不能燃烧的垃圾，包括玻璃、荧光灯管等等。这里回收小的金属，比方说小铁锅等等。这里回收小的气体罐，因为内部可能残存可燃气体，所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，特别回收。这里专门回收大的玻璃瓶子。
这里回收旧手机呀、刮胡刀呀、可充电的小电器，这些电池无法拆卸的东西，要用透明的包装把它包好，在指定的日期放在这个专门的地方。因为这样的东西如果混在可燃垃圾里，垃圾车回收的时候，这些垃圾被压缩，很容易起火，引起火灾。这里回收旧报纸，日语的新闻纸就是中国的报纸。这个箱子回收大的废旧的纸箱，这个箱子回收废旧的纸箱子，要把它们叠好，堆放在这里。请看这张图，超过规定尺寸的垃圾叫做粗大垃圾，日语叫做粗大过敏，需要购买收集票，一般的是100多日元到几百日元，把它贴在你要扔的这个垃圾上，然后呢再贴一个标签，标签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按照指定的日期把它放在指定的地点，然后会有专门的车来回收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有的东西，例如计算机、汽车等等，这些东西是在你购买它们的时候就支付了将来回收的费用，等到这个东西你不要了，报废的时候，你就通知厂家，厂家负责回收。如果找不到厂家，假如你自己组装的计算机，那么也有政府指定的专门的回收公司，但是你要支付相对高一些的费用。在日本，千万不要相信不靠谱的广告，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处理。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偷偷把东西扔到山林里边、山沟里边，那么如果案件侦破了，你也会被处罚，甚至会被逮捕。所以有不明白，那么在日本你记得打电话问区所。我们换一张图，管理会社的人会和收垃圾的人一起检查垃圾的分类状况。这张公告提醒瓶子的金属盖不是玻璃，要把它取下来，不要混在玻璃垃圾里。请看下一张图。特别提醒的是，垃圾必须扔到自己的楼或者是小区的垃圾场去。附近的小区的垃圾场，所有的土地也是那个小区那些住民私有的，外人是不能进去的。把垃圾放进去更不可以，这是违法的。关于日本的垃圾分类就介绍到这里。顺便说，在日本每栋居民楼都备有心脏急救的 AED 这种设备。如果在日本发生了紧急状况，
那么你向最近的大楼的管理员求救就可以了。视频的前半部分，大家看到的日本的美丽和清洁就是这样来的。在垃圾的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的某些点上，中国也许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。希望回到中国的那天，看到的山河湖海也同样清洁和美丽。再见。